赵子琪谈起青年演员，夸赞赵露思的气场和陈飞宇的敬业。2022年，赵子琪很忙，在《星光灿烂》中，她就是想要把男女主分开的淳于；在《底线》中，她就是李小乐；在《摇滚狂花》中，她就是嘴尖豆腐心的陈悦；在《点亮我，温暖你》中，她就是深爱着她的刘老师。谈话当天，赵子琪完成了一组杂志拍摄，湿漉漉的头发，红唇，比印象中的她要锐利一些。可她一开口，还是那个有问必答、大方自在的赵子琪。她坦言喜欢张靓颖，称张靓颖是她接戏的初衷。她还分享了《点燃我，温暖你》的幕后花絮。她想起上海冬夜淋雨的陈飞宇，感叹他敬业有礼。谈到李寻和朱允儿的关系时，他说了一会儿刘先生的上半身，直言朱允儿对李寻的看法并不重要。与众多年轻演员合作，赵子琪看到的不是他们的偶像包袱，而是他们的演员身份。以往赵子琪也会一头雾水，他会想为什么要演这么大人的妈妈，也有过根本不想拍戏的日子。但现在他已经过了瓶颈期，演了一个60岁的男人，他什么都不怕了。以下是搜狐娱乐与赵子琪的对话。赵子琪，狐狸工厂局中人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赵子琪。赵子琪之所以愿意演这个角色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女儿就是张靓颖。我觉得她很漂亮，主要是她演了一部电影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。看完那部电影后，我非常喜欢她，所以我才愿意扮演一个从40多岁到60多岁跨度这么长的母亲。赵子琪，飞宇就是那种傲娇的儿子，很有教养。确实是第一天到现场，他就过来了，老师不错什么的。有一次，李寻冒着雨敲门，那天很冷，那是上海的冬天，在人工降雨之前，气温已经非常低了。本来我们都说里面要包保鲜膜保暖，他说不，他要这种冰冷的感觉，他要真切的体验那种冰冷的感觉。每次跑过去，一开始他都感觉身上冒出浓烟，你知道吗？雨水是靠着他的体温蒸发的，再多拍几下，烟就停了，可想而知有多冷。拿了前2个，觉得不满意，说再做一个。我觉得这孩子真好，真敬业，能吃苦。搜狐娱乐，一句话，在刘总看来，这部剧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？赵子琪，这部剧是一个关于努力不让女儿被坏人骗的故事。这 CP 粉、剧粉一定恨死刘老师了。在刘老师眼里，李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赵子琪不是好人。刘老师一直在努力把他们2个分开。如果是刘老师眼中的朱韵，那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赵子琪当然是我的乖乖女，我觉得她天真幼稚，很容易被坏人给骗了。在刘老师眼里，朱韵眼里的李寻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赵子琪那不重要。刘老师认为朱韵对李寻的看法并不重要，因为她太天真幼稚，认不出一个人的真面目。李寻在刘老师自己眼里是什么样子更重要。演反派不怕观众刻板印象？赵子琪真不管，演反派干嘛？我家60多岁的老娘演过，还有反派吗？因为我说的不是刚出道的年轻演员想要建立个人形象，或者塑造一个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形象。我演了这么多年，演什么都无所谓，我完全没有顾忌。我觉得只要角色有趣就行。你认为比较有趣的角色有什么样的特点？赵子琪，首先，这个人物有一条完整的性格线，就是他做事是有目的的，但这个目的不是幼稚的目的，就是为了破坏而破坏。今年你还在微博上说，别人第一次提到你是你老男主角的老婆，然后你就埋怨自己，说我已经开始演男主角的妈妈了。你认为这种身份转变会很困难吗？赵子琪，不难，我已经度过了困难时期。说实话，前几年有点难，
前几年自己也有点过不去这个门槛。想想为什么？我自己的孩子还很小，想演那么大人物的妈妈，其实主要是找不到那种感觉，不知道怎么演。后来慢慢的，我想说，其实这也是制作方给我的一个机会。其实年纪大了不好演，真的不好演。你没有到过那个年龄段，他的心态，他的行为，其实是你需要去塑造的。所以我觉得，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角色去完成，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的。你和很多年轻演员合作过，你觉得现在年轻演员的形象是什么？赵子琪，我觉得我合作的年轻演员都是同龄人中最好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在保持自己做演员的状态，不是那种傻乎乎的偶像包袱，一点都不是，他们只是普通的演员，所以我和他们合作没有任何障碍。赵露思，反正她挺聪明的，像个小精灵，很活泼很可爱。我和她拍《星光灿烂》，全程不是我骂她就是她骂我。今年年初拍《后浪》又遇到了，她近视了，看不清人。那天我们正好在同一个场景，我就跟她嘿了一声，她看了半天，我说你忘了？我说我是春雨。她说啊，上帝！她说你的现代风怎么跟古装差那么多？你也和宋轶合作过2次，之前也夸过她。赵子琪，小明珠是吧？我们2人第一次合作是在一部现代电影中，合作时间非常短。下面这首《长风渡》真的是天天牵着宋轶的小手，她的古装很惊艳，非常漂亮可爱。因为小白白敬亭，其实在剧里虽然他演的是我儿子，但其实我和宋轶的戏份比和他的戏份多，而且我对宋轶比他好太多了。我经常开玩笑，我说小白，你儿子肯定是我捡来的，这个儿媳妇是我自己的。流这个词现在比较流行，你觉得流量这个词对于演员来说有什么意义或者影响？赵子琪，几年前可能有，就是你流量多了，那么人家可能更愿意请你拍电影，就是为了带来话题、流量等等。我觉得这2年我变好了。赵子琪，反正我是勤勤恳恳，一直在接戏。我觉得角色不小，也不在乎钱。我觉得只要是我喜欢的角色，我都愿意去。也挺奇怪的，其实我几年前就想拍电影了，根本就不想拍电影。这几年突然觉得自己应该把事业做好。你这几年突然想创业，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转变？赵子琪，可能是因为第1年疫情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没事干，就在家看电影找空档。你突然对自己的事业有了目标和理想，那就是我要当一个好演员，然后就开始接戏，努力接戏。我跟我的经纪人说，没关系，你不用选角色的多少，名次、钱没关系，只要是好角色，我们就一定要争取。按照你之前接受采访时说的，你不认为自己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演员，现在这种想法改变了吗？赵子琪，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。真正成为那种人见人爱的演员，真的是要靠很多的天分，而你可能有的所谓就是让人眼前一亮。作为我们，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遍的资格，你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积累，才能不断开悟，对表演有更深的认识，才能一点一点接近自己的才华。目标，搜狐娱乐，当你开始演戏的时候，有没有对20年后的自己有一个设想？赵子琪，哇，20年前我肯定以为我早就退休了，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执念。其实直到现在，我觉得人都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。我甚至觉得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和我20岁的时候一样，好像是因为健身，感觉自己的身体状态比那时候好多了。5年后，你有什么目标吗？赵子琪，没有远大的目标，只有小的目标。也就是当我承担一个新角色的时候，我可能会说我想学什么，
怎么完成，怎么准备。